任悠然稍微沉默了一下，随即淡淡回应：“石总，公私分明是我一贯的原则。虽然上次的事我很抱歉，但这次完全是因为工作。”石景琛那头显然不屑：“哦，那你想采访我，倒是直接说吧。行，条件不难，到悦兰别墅亲自来道个歉，其他事情再聊。”任悠然瞥了一眼墙上的钟表，已经10点了。他自然明白石景琛这番话的背后不可能有什么正经的意图，这个地方一向是别有深意的。石总，他压低了嗓音，微微一笑：“既然是公事，我们还是改天在白天约个时间见面吧。我可以去跟您道个歉，但今晚恐怕不太方便。”石景琛的沉默透过电话传来，他了解任悠然的脾气，这女人外表看着柔和，实则倔强得很，根本不可能轻易屈服。好，他终于开口：“那就明天早上9点，皇家高尔夫球场见。”第二天，任悠然准时到达了皇家高尔夫球场。他走到门口时，接待的小哥看着他有些犹豫，显然是觉得他不太像这里的常客。“小姐，是这里的会员吗？”任悠然微微一笑，淡然开口：“丽城夜是我公公，我应该可以进去吧？”小哥一愣，表情瞬间有些惊讶：“您也是厉太太？”“也。”任悠然挑了挑眉，有些不解：“难道这里有其他厉太太？”接待小哥尴尬地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背影，那位女士说自己也是厉太太。厉先生可是云城的大人物，怎么可能有2个儿媳妇？任悠然顺着他的指引看过去，果然温婉站在那儿，一脸惊讶地看着他。“等等，我去找经理。”经理很快赶来，看到2位厉太太站在那儿，先是一愣，随即露出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：“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今天有位厉太太过来，厉公子已经提前打过招呼了，赶紧放行，别让他们等着，怠慢了有你们好看的。”看着经理那架势，任悠然只能无奈一笑。他倒是没想到自己居然能和温婉共享这份身份，不过看到温婉那副表情，似乎也让他有些反感。经理一边小跑过来，一边嘴里念叨：“我说过今天有位厉太太要来，可你们没告诉我有2位厉太太要混战啊！”接待小哥委屈地摊手：“经理，我没说是2位厉太太，我是听说1位厉太太就慌得不行，结果来了个2位，我也懵了。什么鬼？2位厉太太？”经理愣了一下，顿时懵逼了。这个时候，温婉也已飘然而至，步伐轻盈的像是随风飘动的柳叶。“悠然，你也来这里打卡？”他一副无辜的样子，笑容甜美，仿佛无辜的羊羔。任悠然笑得更灿烂：“不来看看，怎么知道有个厉太太专门在外头显摆我的名号呢？”他话里藏刀，笑里藏风。温婉的眼睛顿时亮了：“悠然，你怎么？”他语气里带着一丝微妙的慌乱。经理刚好急匆匆地赶到，站定后，他的眼睛在2位厉太太身上来回打量，眼神十分疑惑：“2位厉太太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厉太太？”旁边几位公子哥早已经闻讯而来，凑热闹的嘀嘀咕咕：“啧，看来这云城不仅是风水宝地，连厉太太都能一锅煮。不愧是太子爷，喜欢多收房。这云城真是与众不同，羡慕厉公子了，2个顶级美女，简直是奇人之福。”有人打趣道。这话说的温婉脸色一变，气氛也顿时变得微妙，大家纷纷看向他，等待他的反应。温婉咬住嘴唇，低头不语。他即将成为黄金档的主持人，名气将会传遍整个云城，但这种剧本他可不想参与。他了解任悠然，知道这个女人并不会轻易让步，他从来都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，尤其是对他这种非传统的敌人。他希望任悠然自己先退出，但任悠然可不打算轻易放手。这时，任悠然悄悄扫了一眼周围那些围观的人，眼中闪过一丝冷意。他毫不示弱，笑了笑，冲温婉说道：“放心，既然你也有意顶替我，我就暂时退位，给你一条活路，免得你被这些人误会了。”温婉脸色微变，心中一阵不悦，但他强行压下情绪，转头看向远处刚刚走来的石景琛。石景琛一身黑色运动装，站在人群中依旧显得出类拔萃。他走近时，所有人都自觉地散开，仿佛连空气都为他让路。他的气场简直可以把周围的阳光压成阴云。都在这看热闹呢。石景琛低沉的声音如同冰块在玻璃上摩擦，冷冽且充满压迫感。周围的人立刻闭嘴，纷纷低头，不敢再多说。他目光直直地扫了一眼任悠然和温婉，显然已经对眼前这场闹剧感到有些厌烦。今天来这里打高尔夫的公子哥们八卦的劲头十足，话语里带着讽刺，不愧是太子爷，3年前留不舍，结果人家现在可是有福气了。石景琛站定，视线在2位女人之间游移，目光里带着一丝淡淡的玩味。这是在上演一出真假厉太太的戏码吗？经理站在一旁，额头冷汗直冒，忙不迭地解释：“这位女士是真的厉太太，而另一位女士，实在是太多误会了。”他连忙转头看着周围已经纷纷盯上这场夫人大战的八卦围观者，大家散，不要再看了。任悠然面无表情，轻轻一笑：“其实我倒觉得这场闹剧挺有意思的，不是吗，石总？”在这种气氛中，所有人的目光就像穿了透视镜一样，全部集中在了石景琛身上，气氛一度紧张的仿佛能切割空气。石景琛身旁的一个朋友突然语气轻松的开口：“太子爷，您说的厉太太是那位参加老太太70寿宴的厉太太吧？我们这些外人都看得很清楚，您最应该知道谁才是正宗的厉太太吧？”这话一出，四周顿时寂静，所有人的视线瞬间从天花板都扫到地板，最后聚焦到石景琛的脸上。
任悠然和温婉两人也顺势往他身上投去，眼神中不约而同的带着些微的挑衅。温婉心里一惊，脸上却还保持着微笑。原来眼前的这位就是京圈赫赫有名的太子爷石景琛。他在心里默念，既然是个大新闻，那就不能错过这次采访的机会。毕竟这个石景琛才是他要争取的黄金访谈对象。他突然有点紧张，毕竟厉文川曾说过，石景琛参加老太太70生辰宴时和任悠然一同出席过，且宴会场面浩大，宾客如云。对于这么多的高层人物来说，分清谁是谁可能有些困难吧。任悠然倒是没那么多顾虑，反正他和石景琛的关系是睡过3年的前夫后妻，难不成还得跟他讲面子？他笑了笑，心里默自打算，既然如此，顺手帮忙一次应该不算过分吧。这时经理已悄悄走到石景琛身边，显然在等待指示。石景琛扫了一眼任悠然，眼神带着些微的讥讽，冷冷的开口，我不认识什么厉公子厉太太，如果你们真想知道谁是真正的厉太太，去给厉公子打个视频电话，让他亲自指认，毕竟他不可能连自己老婆都认不出来。这才恍然大悟，对，太子爷点拨的对，我马上就给厉公子打个视频电话。任悠然心里瞬间一沉，虽然他早就料到石景琛会耍个小心思，但此刻被公开点破，还是让他有些不舒服。电话接通后，厉文川的声音传了出来，赵经理，什么事？他似乎没有预料到这个情况。赵经理忙打招呼，不好意思，厉公子，您说今天厉太太会过来，但是现在来了2位厉太太，您看看到底哪一位才是您的妻子呢？赵经理的话音刚落，镜头便先后扫过任悠然和温婉两人。任悠然下意识的微微一笑，心里却开始盘算，就算今天要让人认定谁是厉太太，也不会是我先退场。厉文川看着画面，脸上的表情一瞬间变得有些无奈，眉头微皱。他明显知道这事儿不简单，果然任悠然总是跟温婉杠上。他叹息了一声，随即毫不犹豫的开口，白衣服的那个是我太太。温婉今天穿的是一身白色，看起来纯净无瑕，而任悠然则穿了一套粉色运动装，整个人看起来更为活泼，反差感十足。经理一听，赶忙一脸笑意的说道，好，厉公子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好好款待厉太太。挂断电话时，他朝2位女士点点头，嘴里还不忘说，辛苦了2位，剩下的交给我。电话刚一挂，周围便传来一阵低声的议论，大堂里聚集了不少上宾，旁边还站着一些风头正劲的国民太太，大家都是少几岁。其中一个太太忍不住笑道，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厉太太啊，真是让我们看得眼花缭乱。他旁边的另一位真是羡慕，云城的风水真好，一下子就能让厉公子这么两边讨好，真是奇人之福。温婉的笑容依然挂在脸上，但他的眼里却闪过一丝暗潮涌动。厉文川的这句话似乎也意味着他的一番努力并不会白费。他在心里默默想着，不管如何，这次的厉太太之争他必须站稳脚跟。在赵经理不再客气地走向任悠然时，他的脸上依旧挂着轻松自若的笑容，仿佛不受周围的气氛影响。他慢条斯理地从包里拿出一张卡，优雅地晃了晃。那我现在办一张会员卡，能不能顺利进入呢？经理愣住了，脸上的尴尬一闪而过。当然可以，不过我们这里的会员费可是……我知道，是200万吧？刷卡吗？任悠然的语气轻描淡写，仿佛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周围的空气突然变得静得可怕，那些曾经嘲笑他的小姐们瞪大了眼睛，仿佛没想到任悠然竟然能这么从容应对。大家不禁心里开始计算，想想自己是不是要为某个豪门打工了，而不是像任悠然一样随便就能拿出这么一张传说中的卡。经理一时间脸色大变，笑得比之前还要灿烂许多，甚至连温婉那边也懒得理会，直接叫前台为任悠然办理会员卡，亲自领他到 VIP 室。那些围着石景琛的公子哥们脸上多了一份看热闹的兴奋。那张卡好像是猎豹黑金卡吧，全球限量500张，身份的象征。有人小声议论道，没错，听说太子爷也有一张，华国拥有这张卡的人屈指可数，不是普通人能拥有的。另一个人附和道。任悠然此时已经完全不知自己成了话题中心，心里却一点也不慌张。毕竟这张卡是师兄送给他的工资卡，里面的余额已经突破了8个亿，对于他来说200万就像是打个小水漂，完全不在话下。与此同时，石景琛也注意到了任悠然手中的那张卡，他的眉头微微一挑，眼中闪过一丝疑惑。他知道这张卡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有的，尽管之前的任家和厉家都没有资格，但这张卡却出现在了任悠然的手中。石景琛身边的几个人拿着球杆跃跃欲试，气氛略显紧张，而他自己却悠闲地坐在休息亭里，侍者端来了3明治和甜点，仿佛这些都不值一提。温婉则站在不远处，眼睛紧紧盯着石景琛。只见他穿着一身黑色休闲装，皮肤如此般白皙，纤长的手指随意地拿起3明治，举手投足之间尽显优雅气质。温婉犹豫了一下，走了过去，石先生，我可以坐这里吗？石景琛抬起头，看见他站在自己座位旁，眼神平淡。这里是公共休息区，厉太太请随意。他的声音不咸不淡，语气礼貌但冷漠，让温婉瞬间感到了一丝距离。他心里微微一沉，
但还是坐了下来。石先生，我今天特地过来是想找您聊聊。温婉开口，语气稍显紧张。哦，厉太太找我有事？石景琛继续悠闲地吃着三明治，眼神看向远处，似乎并没有把这个对话放在心上。温婉鼓起勇气说道：“石先生，我是云城电视台的新闻记者温婉，我们电视台希望能和您进行一次关于百世云境项目的专访。”石景琛眼皮微抬，淡淡回应：“我没有兴趣。”就在这时，温婉顺着声音看去，竟然看到任悠然被一群公子哥围着，正挥杆打高尔夫。他的身姿高挑，动作标准优雅，引得周围的目光都不自觉地聚焦在他身上。温婉的眼中闪过一丝嫉妒，然而他很快恢复了冷静，试图继续和石景琛的对话。石景琛一起身，迈开长腿向场地一侧走。漂亮，任小姐，您是职业运动员吗？不如让我拜您为师。薛少笑得一脸灿烂，眼神却似乎要粘在任悠然身上。任悠然轻轻一笑，过奖了，哪里是专业，只是业余爱好罢了。就在这时，石景琛冷冷的声音从一旁传来：“你们在聊什么呢？”只见薛少还在围着任悠然，话语满是热情。石景琛不由得皱眉，步伐不自觉地加快。薛少扬着球杆，略带挑衅：“太子爷，今天我们碰到劲敌了。任小姐的球技，恐怕连您都要自愧不如。我们这些人，估计也就您能和她比个高下了。对，太子爷，何不和任小姐来一场比试？”周围的公子哥们纷纷起哄，气氛一下子变得热烈起来。任悠然挑了挑眉，嘴角微微一扬，果断回应：“石总，敢不敢和我比试一场？”今天的他与平日的打扮截然不同，一身休闲运动装将他高挑的身材衬得更加修长，素颜的妆容看似随意却不失精致。他把头发扎成高高的马尾，皮肤白皙透亮，仿佛一位清新的校园女神。这副模样引得周围的公子哥们纷纷露出惊艳的神色。石景琛还未开口，任悠然便继续加了一句：“石总，难道不敢吗？”薛少迅速替石景琛辩解：“任小姐，您这可就大错特错了。太子爷的高尔夫技术可是在金圈排第2的，没人敢排第1。”哦，原来如此。任悠然笑着回应：“不过金圈的事情在云城可不管用。”他的话语带着一丝挑衅，言下之意就是石景琛的第1其实是别人不敢挑战，并不代表他真的有多厉害。众人默默交换眼神，心中无不对任悠然刮目相看，心想这姑娘胆子真大，敢对太子爷这么直言不讳。石景琛则冷静地开口：“你想怎么比？就比前面的4杆洞。”任悠然指向远处的高尔夫场地，毫不犹豫地提出了自己的条件。当然了，比赛得有点彩头。他顿了顿，目光调皮地扫向石景琛：“如果我赢了，石总能否答应给我一次独家专访？”这一番话让旁人不禁愣了愣。难道这位任小姐是专门冲着石景琛来的？不过看她的样子，似乎并不是来求合作，而是带着点挑战和一丝狡黠。温婉站在人群外，紧跟着走了过来，露出一丝不屑的笑意，显然是认为任悠然根本不可能赢。石景琛微微一笑，先赢了再说。说完，大家纷纷围到场地周围，气氛愈发紧张。任悠然站在起始点，眼中闪过一丝轻松的笑意，开口道：“石总，您先来吧。”石景琛并未推辞，他站到黑 T 旁边，举起球杆，摆出了一个极其优雅的姿势，一挥杆，球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飞速向前。旁边响起了几声惊呼。石景琛一挥杆，白球飞速划过空气，稳稳地落在了果岭上，稳得像个专业选手。哎，任小姐真的是太高估自己了，太子爷可是拜师国内高尔夫冠军谢先生的。哦，那他要是这么厉害，怎么不在职业比赛上显摆显摆？任悠然冷不丁地回了一句，挑眉带着一抹笑：“如果是职业选手，恐怕已经被广告商争破头了吧？”他笑出声来：“输给太子爷，这也不丢人。我还没比呢，你怎么知道我一定输？”任悠然淡定地抬了抬下巴，拿起球杆向红 T。他站定，一副专业选手的模样，球杆高高举起，随即力道十足地挥出，白球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飞速冲向果岭。薛涛目瞪口呆，突然从兴奋中清醒过来，手中高尔夫球直接扬起来。天哪！任小姐一杆进洞，她比自己打进洞还要高兴，几乎要跳起来。围观的众人彻底愣住了，这个看似文静柔弱的任小姐，居然能打出一杆进洞，这简直是神迹。看来任小姐之前玩3杆进洞，其实是在装傻吃老虎。太子爷，不好意思，今天你恐怕是遇到对手了，任小姐真的吃定你了。大家都开始不约而同的调侃，笑意十足。任悠然瞥了一眼石景琛，嘴角微扬：“石总，咱们这约定是，我赢了可得一个独家专访吧？”石景琛依旧面无表情，淡淡的开口：“我只说过你赢了再说，并没答应必然接受采访。”任悠然的脸色一僵，心里暗自嘀咕，就跟那些最后一次的无赖小白脸一样，话说的漂亮，结果总是嘴硬不认账。他脑海里浮现出曾经那一幕，忍不住耳根一热，低下了头。周围的人都误以为他是气的。这时，围观的人纷纷开口：“太子爷，这也太不讲究了吧？怎么能对任小姐这么刁难呢？”哈，愿赌服输啊！一个采访，何况我们太子爷又不是没做过大事情。
没错，咱们太子爷可得宽容大度一点，不然大家都会笑话。石景琛冷冷地扫了眼身边的围观群众，他的眉头一皱，眼底却是微不可察的怒火。我最讨厌算计别人。他的声音冰冷，直接发出了警告。如果你们谁想充当护花使者，那就别怪我不认你们这个朋友。围观的人面面相觑，脸色微变。他们明白石景琛这个警告可不是开玩笑，哪怕是众人都为任悠然开脱，他依然冷若冰霜。石景琛话语里透出的寒气，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，原来这个女人能让他动怒，居然是因为他。不管怎样，谁都知道，没有人敢因为一个女人而得罪金圈的太子爷。围在任悠然周围的几位小伙伴们都开始默契的后撤，仿佛他变成了会发光的炸弹，谁也不敢靠近。温婉看着这一幕，嘴角忍不住扬起一抹轻笑，仿佛在看一个美丽的泡沫破裂了。看来任悠然的魅力也有时效性了。两人一前一后的回到电视台，关于高尔夫场上的激情时刻，谁也没有提起。下午组里开会。我的天，富贵终于找上门了。小江、小人，谁拿到了太子爷的专访？太子爷答应给我们采访了。哇，瀚海那边刚才打电话过来，安排了明天9点过去。浅月好奇地问，那让谁去采访？宋主任迫不及待地说，他们没说让我们9点到场，太子爷居然给我们留了2个小时。你们回来的时候怎么不说清楚？到底是谁约的专访？任悠然微微皱眉，脑海里却有些疑惑。今天早上石景琛的态度明显是拒绝的，怎么转眼之间他的态度大转弯？就在他沉默的时候，温婉轻描淡写地说，主任，是我。宋主任的笑容简直能把天花板震下来。好，小江，你真是有本事。明天9点就去对太子爷进行专访，这事儿办好了，你的前途简直不敢想。宋主任激动地拿起手机，我得赶紧汇报给台长，太子爷的专访可不是谁都能拿到的，台长几次邀请都没成功，没想到这次竟然被我们抢到了，台长一定会乐疯的。下班后，目的地游荡着。大一那年暑假发生的事情，他早已埋藏在心底。那天的细节他记得不清楚，仿佛自己被迷药迷晕，醒来时已经躺在酒店的床上，身上空空如也，隐约感觉到身体的不适，却没能拼凑出那一晚发生的完整画面。他去过医院检查，结果却什么也没查出来，没有任何证据，报警也无济于事，警方没有任何线索，没有人知道那一切，沈诺也没提过，温婉也没有。任悠然把这段记忆深深埋藏，仿佛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。但是厉文川到底怎么知道的？任悠然自言自语，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。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大概是大二那次夏令营吧。温婉那一招把我和厉文川的关系打得支离破碎。就算厉文川回国之后变得像个人畜无害的完美绅士，我也能感受到那股莫名的变化。他开始无意识地开车，心乱如麻。最终他竟然开到了悦兰别墅，居然卧室的灯还亮着，有这么晚还不睡的？他心里疑惑，反正都到了，还是进去看看。悠然下车，推开门走进屋，楼下有脚步声，他立马认出来是石景琛的。刚从浴室出来的男人穿着一套灰色的睡衣睡裤，简直是成熟男人的标配，但穿在他身上却无比帅气。这不是你最擅长的啊？以为我会因为白天的事就躲起来？石景琛挑了挑眉，一副不屑的样子。还真以为我会主动找你？任悠然一边冷笑一边迈步上楼。第二天一早，任悠然到电视台时，发现所有人都围在温婉身边。温婉最近要采访金圈太子爷的事情，简直成了电视台的头条新闻，连他请的一顿饭都被夸大到98万，成了大家口中的热议话题。这就是典型的有钱就是任性啊！有个同事小声嘀咕，连其他部门的员工也纷纷围过来，想和温婉套近乎。毕竟能和太子爷搭上关系，谁不想搭一场？温婉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，完全没有被这些人围得头昏眼花。他准备得非常充分，这次采访阵容强大的让人瞠目结舌。平常的采访，1名记者加1名摄像就搞定了，但这次他身边跟着10几个人，还特别配了2个助理，简直像是要拍大片。这次是直播采访，台里派了整整1个团队来配合。温婉笑着向身边的助理们交代。8点20，温婉带着他的浩大阵容到达了瀚海大厦。刚下车就迎接他们的是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。您好，是电视台的记者吧？我是总裁秘书高层，总裁让我来接您。温婉一行人跟着高层进入大厦，身后2个小助理激动得像看见了偶像。总裁秘书亲自来接，我们婉姐也太有面子了。是啊，另一个助理也低声说道。婉姐和太子爷会不会是朋友？这种待遇普通采访能有吗？温婉听到那些小声的议论，心里微微一笑，脸上的谦逊温柔并未改变，但嘴角的弧度却不自觉地加深了些许。其实温婉自己心里也有点不确定，昨天不管是他还是任悠然，都没能让石景琛答应接受采访。后来他为什么突然改口，主动打电话到台里？经过一番冥思苦想，温婉终于找到了合理的解释，应该是他那番共鸣的言辞打动了他吧。毕竟当时他讨厌任悠然的程度，简直能写成一本如何讨厌某人的宝典。
甚至当着众人的面羞辱他一番。不过退一万步讲，如果石景琛真的是因为和任悠然之间的赌注才答应接受采访，那也算是被迫的吧。想到这里，温婉更觉得自己赢定了。他敢打包票，无论是哪种可能，他都是赢家。高层引领着一行人进了会议室，接着开口说道：“我们总裁正在开会，等他开完会就会过来接受采访，大家可以先做准备。”温婉微微一笑，点头道：“高秘书放心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”10分钟后，石景琛出现在门口，温婉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热情地迎了上去。他礼貌地伸出手，笑意盈盈：“石总，我是今天的采访主持人温婉，我们昨天见过一面，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专访，也很荣幸能成为石总的首次专访主持人。”然而石景琛却没有伸手的意思，甚至眉头微蹙，表情一如既往的冷漠，这让温婉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，仿佛有什么事情不对劲。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，迅速收回手，心中做了个小小的调整，准备直接进入正题。石总，我们已经准备好，可以开始采访了吗？慢着，石景琛淡淡开口，声音清冷：“你和我约好的主持人似乎不是江小姐吧？”沉了下去，但他还是强装镇定，尽量保持冷静，努力扭转局面。昨天我和您提到，云城电视台愿意与时事共创共赢局面，时事的任何要求，我们都会全力配合。尽管他心中仍抱有一丝希望，觉得自己开的条件应该能打动他，但石景琛完全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波动。昨天我输给了任小姐，石景琛的声音依旧清冷，答应采访是他赢球的彩头，江小姐那时也在场，应该清楚的比任何人都明白。他的话像冷水一样泼在温婉心头，仿佛瞬间让他冷了半截。我石景琛是个讲信用的人，答应了任小姐采访，主持人只能是他，如果他不来，那今天的采访就算了。说完，石景琛转身毫不犹豫地离开了会议室。温婉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瞬间有些失重，身后的议论声也随之而来，仿佛空气都变得有些沉重。原来搞定太子爷采访的不是婉姐呀！温婉冷汗直冒，但她咬紧牙关，装作若无其事，云淡风轻地转身，故作轻松地说道：“哦，是我理解错了，让任主持过来吧。”说罢，她勉强笑了笑，仿佛一切都不算什么。小助理连忙拿起电话，眼看着事态不妙，赶紧一五一十地向宋主任汇报了刚刚的情况。宋主任听了之后也愣了一下，随即赶紧找到了任悠然：“小任，明明是你拿了这次采访，怎么没说明？我们差点就误会了。”任悠然嘴角一挑，笑意盈盈：“主任，谁采访都是一样的。”宋主任顿时愣住：“这怎么能一样？你的功劳就是你的功劳，石总也说非你不可，你快去瀚海大厦吧，大家等着呢。”任悠然却依旧保持着那副淡然的笑容，毫不急于起身：“既然温婉已经去了，那就不去了。我相信他是有这个能力的，大家都是为了台里的事，互相配合，我可不计较这些小事。”宋主任自然明白，任悠然从来不是好惹的主，话虽这么说，实际上分明是要给温婉一点教训的。于是宋主任试探性的开口：“这样，我让温婉回来给你道个歉，如何？”任悠然没有说话，但他眼中那一抹微妙的神情已经表明了态度。宋主任心里一动，便知道有戏。于是宋主任立马拨通了温婉的电话，语气轻描淡写的说道：“温婉，麻烦你马上回来一趟，带着道歉来，任小姐要去瀚海了。”温婉顿时知道自己被请回来的原因，心里有些无奈，却别无选择。这次完全是他失算，没想到石景琛会这么较真。他迅速回到了台里，宋主任已经等在那里，脸上带着些许埋怨：“温婉，怎么回事？太子爷明明答应了小任的采访，你怎么弄的好像是你抢了人家的机会？”温婉眼中闪过一丝无辜，低声道：“主任，对不起，昨天早上我和石总聊了很久，他并没有明确拒绝我以为他默认了，结果是我误会了。”他眼角湿润，楚楚可怜的模样，仿佛随时能打动人心，让人不忍心责怪。宋主任好吧，去跟小人道个歉，事情就这样解决了。温婉咬了咬唇，迈步走向任悠然的座位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带着一抹尴尬的微笑开口：“悠然，对不起，这是一场误会，我并不是故意抢你的采访资格，你赶紧去瀚海吧，大家都在等你。”任悠然抬头，眼中闪烁着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：“温婉，什么事情都能用误会来解决吗？当初他和厉文川在夏令营混得不可开交，回来解释时也不过是说了一句这只是个误会罢了。怀了厉文川的孩子，他还是说这只是个误会。现在面对任悠然，他又说这只是个误会。”温婉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，那双大眼睛看起来无辜又委屈，简直能引发全世界的同情。你想让我怎么做，我都听你的。当初任悠然就是被这双无辜的眼睛彻底蒙骗了。为了温婉，他付出了真心，甚至为他打过架，挡过刀，至今肩膀上依然留有那道几乎被遗忘的刀疤。付出越多，心里越难过。他甚至开始觉得自己真是瞎了眼。不过现在，任悠然心里却有件事始终没弄明白。温婉，你跟我来。任悠然站了起来，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冷意。温婉愣了一下，但还是跟了上去。他们走进了一间无人的会议室，任悠然关上门，隔绝了外面所有八卦的视线。进了屋，温婉却出乎意料的只了一下。
他一把拉住任悠然的手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了下来。悠然，原谅我一次吧。如果因为我的原因，台里失去了这次采访，我真的是在这儿待不下去了。台长早在金台那边扬言要拿下这次采访，如果最后什么都没搞定，不仅是他丢脸，连带台长的面子也都丢光了。任悠然冷冷地抽回手，温婉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老实回答我。温婉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微妙的躲闪，似乎在推敲如何回答。这一刻，任悠然已经确定了，他和厉文川之间的隔阂必定有温婉的插手。大一那个暑假发生的事，是你告诉厉文川的吗？任悠然声音低沉，但每一个字都像冰锥一样刺入温婉的心里。温婉的眼神终于有了一丝闪烁，他低下头，似乎心里有点动摇，但他很快就恢复了镇定。他不否认，是我不小心说漏嘴了，不是故意的。悠然，你原谅我呀。任悠然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惊讶，只是轻轻冷笑了一下。温婉，别再装了好吗？温婉的眼泪像开了闸的水库，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，梨花带雨，看得人心里一阵不忍。他跪了下去，握着任悠然的手。悠然，我不奢求你能原谅我，但不管你信不信，这些年我也一直活在愧疚中。如果你怪我，就打我吧，打我心里会好受一点。他直接抓住任悠然的手往自己的脸上打。任悠然一愣，心里有些烦躁，立即收回了手。而温婉不等他反应，自己开始猛抽自己巴掌，一下又一下，直到脸上有了明显的五指印。任悠然有些不耐烦，紧紧抓住他的手腕，语气冷得仿佛一潭死水。温婉，是你害我的吗？那件事是你安排的吧？温婉的眼中露出惊恐，仿佛终于被戳中什么禁忌。不是的，是我说漏嘴告诉了厉文川，但那件事真不是我做的，真的没有我参与。那你怎么知道的？是你说梦话说出来的。你那段时间老是说梦话。任悠然盯着温婉的眼睛，似乎能看到她内心的小秘密。温婉竟然一脸无辜，完全不见丝毫心虚，真诚的像个刚从圣坛下来的小天使。任悠然轻勾嘴角，冷笑道：温婉，我会查清楚的，如果让我知道这件事跟你有关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他转身离开，外面那群围观的好事者正等着看热闹，看到温婉在里面跪着，脸上还带着显然的五指印，众人顿时心生了疑窦。浅月看不下去了，任悠然，你太过分了吧，你竟然打人！温婉连忙跑过来，急得像个小鸭子。没有，悠然没有打我，是我自己撞的。撞哪儿能撞出五指印？浅月不依不饶。任悠然，温婉只是不小心抢了你的采访，可你竟然把他打成这样。任悠然冷冷一笑，目光扫过他，淡淡的说道：我没打他，是他自己为了跟我道歉，自己扇的巴掌，我都没拦得住。浅月气得不行，指着任悠然就开始控诉：任悠然，你就是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谁知道你怎么勾搭上太子爷的采访？起码温婉是清清白白的。任悠然懒得和他争，拿起手机直接对着浅月拍了张照片。他随即迅速在通讯录里找到某个人发了过去。任悠然，你干嘛？浅月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忍不住喊道。任悠然露出灿烂的笑容：我让李太太看看，她一直找的单眼皮女孩是不是你？浅月的脸色立刻石化。任悠然没有再理他，转身大步离开。放了你一次，你竟然还敢这么蹦跶，真以为他好欺负？宋主任见状连忙安抚，哄着任悠然，终于跟着高层一起来到瀚海大厦。高层依旧在门口等着，语气恭敬：任小姐，总裁让您先去他的办公室。任悠然跟着高层走进了专属电梯，电梯打开之后，他走出来，居然是一个卧房一样的房间。他猛地一愣，这地方跟之前他进石景琛的办公室外面紧闭的两扇门后面极为相似，原来那是石景琛的休息区，简直跟家里的卧室没有区别。石景琛正坐在卧室的沙发上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睡完就跑，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？他的声音冷冷的，似乎想把他从轻松的心态拉回到现实。任悠然不急不恼，反而放松了姿态，眼中闪烁着挑衅的光芒。少来，你也不亏。他轻巧地踩着高跟鞋，在房间里四处打量，完全不把这卧房当回事。他注意到这里的布置竟然和月兰别墅简直一模一样。石景琛起身走到他身后，从背后环住了他的纤细腰身，嘴唇在他耳边滑动，带着一丝难以忽视的暧昧气息。昨晚怎么突然来找我？任悠然心里其实挺懊恼的，明明不打算再和他扯上任何关系，偏偏昨天他一时冲动找上门，还顺便留宿。他轻轻转过身，手指捧起男人的脸，吻了吻他微微发红的唇。当然是来采访的呀，看看你不是自己送上门来了吗？他笑得灿烂，像是盛夏里那一抹灼热的玫瑰，轻易点燃了心底的火花。石景琛挑了挑眉，冷静地说：不愿说就算了，不过既然你自己主动招惹我，这次我可不打算放过你。话音刚落，密集的吻便纷纷落下。不久后，任悠然便被压在沙发上。别这样，我待会儿还有采访，妆都化了。石景琛也忍不住稍微克制了一下，声音低哑：晚上去月兰别墅。任悠然似乎琢磨了一下，好。石景琛皱眉：你上次也是这么爽快答应的。任悠然咯咯一笑：放心，这回我不会放你鸽子。办公室连同一个大会议室，任悠然直接从内侧进入，
采访结束后，团队逐渐离开会议室，任悠然利索地准备起身，正准备起身时，石景琛突然拉住了他的手臂，用完就跑，就这是你的风格？任悠然环顾四周，大家已经离开，我得回台里，工作时间还没结束。石景琛看了看手表，你们电视台11点半还工作，陪我吃顿饭再走。任悠然叹了口气，只好编了个理由，我还得做个度假村的专题采访，问题要对接，先让其他人回去吧。中午的饭菜是高层送来的。石景琛的办公室本来就是个套间，两个人在餐桌上开始吃午饭。突然，任悠然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就笑了。笑什么？石景琛一边剥虾一边问。任悠然含着笑意说道：“认识3年了，今年好像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吃午饭。”的确，他们认识3年，几乎都是晚上见面，偶尔一起吃晚餐，但从未一起吃过午餐。石景琛将包好的虾放到他的碗里，因为你一直把我当暖床工具。任悠然白了他一眼，哪有？我们这是各取所需。厉文川嘴角微微上扬，带着一丝刻意的嘲讽。你对我都如此冷淡，难怪对温婉那样。任悠然从小性格就这么直率，面对他的冷嘲热讽，只是微微一顿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分开吧。这时，厉文川的目光才落在房间的角落，2个巨大的行李箱赫然摆在那儿，任悠然的衣物和生活用品都被塞得满满当当，仿佛早已做好了离开的准备。厉文川冷笑一声，讽刺地摇了摇头，又是这一套。任悠然，你的威胁手段能不能换个新花样？任悠然蹲下身，冷静地拉开行李箱的拉链，然后走到厉文川面前。他的声音平静，却透着一种坚决。这次不一样，我今晚就搬出去，等会儿我会跟爷爷他们解释清楚。就在这时，管家走过来，提醒他们去餐厅吃晚饭。任悠然径直走了出去，步伐坚定，丝毫不拖泥带水。晚餐时，餐桌上的气氛像是被一层厚重的乌云笼罩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任悠然和厉文川各自埋头，心事重重。吃到一半，任悠然放下筷子，目光直视着长辈们。爷爷、爸妈，我有话要说。他的声音平静，但在场的每个人都感觉到他语气中的认真。众人纷纷抬起头，看着他一脸郑重。厉母有些担忧地问：小优，怎么了？任悠然吸了一口气，语气坚定：这3年来，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，但我决定今晚搬出去了。厉母听完，瞬间脸色大变，差点把筷子都掉了，随即回过神，转头就对厉文川狠狠地骂了起来：厉文川，你这混小子又惹了什么事？你是不是又干了什么，惹得小优伤心？厉母瞪着厉文川，眼神像是要把他烤焦。你这个混账，赶紧给小优道歉。任悠然见状，赶紧冷静地说道：妈，别这样，我和厉文川商量好了，准备分开。厉母瞪大了眼睛：你们要离婚？任悠然轻轻一笑，语气依然平静：其实严格来说，我们连婚都没结上，哪里谈得上离婚？这话一出，整个餐厅瞬间陷入了短暂的寂静。震惊！厉府满脸疑惑：怎么可能？你们当初明明有结婚证，现在还好好的放在家里抽屉里。任悠然耸了耸肩，淡定地说道：哦，那正是假的，我在网上9块9包邮买的，赠送免费 P 图服务。厉府脸色一变，额角青筋跳动，胡闹，简直是胡闹透顶。事情要追溯到当年，老爷子逼着厉文川和任悠然结婚，厉文川到了民政局那天却突然变卦，摆明了不愿意领证。为了糊弄家里人，任悠然只能上网找了个做假证的，办了张山寨结婚证，还自己 PS 了一张结婚照。所以严格意义上，他们从来就不是夫妻。厉文川站起来，手上的筷子差点被捏断，愤怒地给了厉文川一巴：这都是你搞的鬼，是不是？你这个不孝子！而厉文川自始至终脸色阴沉，紧闭双唇，没说一句话。他没想到这次任悠然是玩真的，竟然如此干脆。他心里有个念头翻涌，难道他这是在逼他表态，逼他在他和温婉之间做出选择？任悠然依然表现得十分冷静：妈，你别打他了，阿川没做错什么，他只是不爱我罢了。世上没有哪条法律规定他必须得爱我，我们都别为难他了。厉母一时情绪崩溃，忍不住红了眼眶。可是你们俩从小青梅竹马，我早就把你当做儿媳妇，你要我怎么接受？任悠然微笑着看向大家，语气温和：妈、爸、爷爷，虽然我和厉文川分开，但在我心里，你们永远是我的亲人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：感情是勉强不来的。厉文川爱的是温婉，而温婉也已经怀孕了。我不想继续折磨他们，更不想折磨自己。结束这一切，或许才是我新的开始。厉母的眼睛突然瞪得更大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温婉怀孕了。厉文川的脸色渐渐变得铁青，内心的烦躁逐渐加剧。任悠然果然没打算真的分开，这温婉怀孕的事还没来得及跟家里人交代，他却在这个节骨眼上直接抖出来，这不等于直接把温婉架在火上烤，让所有人都觉得温婉是靠怀孕逼任悠然让位的，这家里谁还能接受他？果不其然，厉母听到后立刻火冒三丈：厉文川，你跟那个小狐狸精就这么欺负小优？我告诉你，不管她怀的是什么，我绝对不可能让她踏进厉家的大门，那个孩子我也不会承认。厉文川怒火中烧，忍不住辩解：妈，
温婉肚子里的可是我的亲骨肉，是您的亲孙子。亲孙子！厉母气得连茶杯都差点砸了过去。我们厉家不需要这种来历不明的血统。厉文川的眼神变得越发阴沉，声音低得几乎压在喉咙里。我追得温婉，这事跟他无关。要说对不起，那也是我对不起任悠然。哼，真是鬼迷了心窍。厉母气得浑身发抖。你就继续护着他吧，以后有你后悔的时候。这时，任悠然轻轻拉住了厉母的手臂，语气平静：妈，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，我早就放下了，你们也该放下。做不了您的儿媳，我可以做您的女儿，以后我会照顾您养老的。厉母愣了一下，眼泪瞬间决堤，紧紧握住任悠然的手，哭得像个孩子。小优啊，我的好女儿。老爷子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，罢了罢了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他们要分就让他们分吧。说完，他走到厉文川面前，语气沉稳，却带着几分严肃。不过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可以放弃小优丈夫的身份，但同时也意味着你放弃了厉家继承人的身份，公司的股票。还没等老爷子说完，厉文川就冷冷地打断：爷爷，我不要公司的股份，也不要厉家的家产。这时，任悠然的神情更加坚定了，他看向老爷子，温和而坚决：爷爷，您的心血不该成为补偿感情的工具。我不会经营公司，怕辜负您的心血，所以那些股份我不会要。至于你们给我买的房产，我也会还给厉家。那些东西本来就不是属于我的。厉母一听，心疼的眼泪都快下来了，连忙说道：小佑，你这是气话。那些房子是从你出生后，我一点一点为你购置的，即便你不再做我们厉家的儿媳，这些也都是你的。任悠然微笑着摇了摇头，语气平静而坚定：妈，我真的不缺什么，如果非要给我，那我只要悦兰别墅，其他的你们留着给阿英当嫁妆吧。无论厉母如何苦苦挽留，任悠然还是下定了决心搬出去。他把行李一件件装上车，和厉父、厉母、老爷子一一告别。厉父轻拍着厉母的肩膀，扶住哭得泣不成声的他，轻声安慰：现在分开也未必是坏事，给他们时间冷静一下，或许反而有利于关系的缓和。厉母抽泣着点点头，哽咽道：无论如何，这辈子我只认小优一个儿媳妇。任悠然将行李都搬上了车，做完了最后的告别，准备离开。厉文川难得跟在他后面，眼中带着复杂的情绪。就在任悠然拉开车门时，他突然伸手拉住了他的手臂，语气低沉且带着隐隐的怒火：任悠然，你到底闹够了没有？任悠然微微一笑，带着几分疑惑：你觉得我在闹？厉文川的眼神中充满了怀疑和愤怒。你故意把温婉怀孕的事说出来，不就是想让她背负不义的骂名？你根本就不是想分手，你就是想逼厉家出手，让温婉打掉这个孩子。任悠然，你真是太恶毒了。任悠然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，语气中透着几分疲惫：厉文川，我曾经恨过你们，恨过你和温婉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们的孩子。我知道，无论我说什么，你都不会相信。那就交给时间吧。任悠然猛地甩开厉文川的手，车门砰一声关上，发出啪啦声，不由得厉文川露出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笑容。厉文川，这次我真放过你了，祝你和温婉永远幸福哦。说完，厉文川站在院子里愣了许久。以前每次他缠着他，他只觉得头疼、心烦，甚至有些厌恶。可现在他真走了，心里却隐隐觉得空落落的。尤其是最后他那一笑，既没有愤怒，也没有悲伤，仿佛他已经释然，放下了所有的恩怨。那种眼神竟让他心里有些堵得慌。他真的能放下，还是在演戏给别人看？天已经黑了，但整栋房子依旧灯火通明。没过多久，任悠然就看到一个高挑的身影从屋内走了出来。当他看到那人时，心笑出声：堂堂太子爷怎么突然跑来做饭了？石景琛低头一看自己身上穿的围裙，嘴角不禁勾了勾。做了晚餐，等你回来一起吃。任悠然有些惊讶：你会做饭？他顿了顿，忽然想起什么：等等，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会回来？石景琛的眼神微微一暖，嘴角上扬，男人的直觉。任悠然耸了耸肩，没再说话，转身去打开车的后备箱：麻烦你帮我把行李拿进去。这场景竟意外的有些温馨，像极了久违的家庭味道。行李搬进屋后，任悠然并没有急着收拾，而是跟着石景琛一起走向餐厅。走进餐厅，他愣住了，桌上满满当当摆满了各色美食，色香味俱全，看得他有些目瞪口呆。这都你做的？任悠然难掩惊讶。石景琛点了点头，花了3个小时，还炖了鸡汤，我去盛一碗。任悠然暗自撇了撇嘴，想着他刚从厉家出来，什么都没吃，现在看到这些美食，肚子也没这么多焦急。两个人坐下后开始吃饭。任悠然尝了一口红烧排骨，顿时眼睛一亮，好吃。你怎么会做饭？石景琛平静地说道：我13岁就被送去英国读书，在那里待了7年。说完，他轻描淡写地放下筷子。任悠然恍然大悟，英国的餐饮文化向来饱受吐槽，所以很多留学生都有一手高超的厨艺。你平时做饭？他问。石景琛摇了摇头，很少。今天是庆祝。庆祝什么？任悠然好奇。
他一副淡然的模样，庆祝任小姐终于弃暗投明。吃过晚餐后，石景琛主动走进厨房收拾。任悠然端着一杯咖啡，站在厨房门口，静静地看着男人洗碗。男人身材修长，比例完美，即便背影也足以让人心跳加速。在人前，他总是清冷金贵，仿佛无法触及；可在他面前，他却显得有些不一样。回忆起这3年的点滴，任悠然感慨万千。他从来不做家务，所有的琐事都由男人打理。他不仅能做饭、收拾衣物，甚至在床子之间，样样都能拿捏得恰到好处。洗澡时，他会温柔地搓洗她的背，之后又轻轻抱着她，让她沉醉在那种温暖中。他一直以为石景琛是被精心培养出来的尤物，专门用来迷惑女人的心，而他的身份和家世更让一切变得扑朔迷离。直到现在，任悠然还是觉得他身上有些不真实。石景琛洗完碗走出来，看着他手中捧着的咖啡，眉头微皱：“这么晚喝咖啡，不怕失眠吗？”任悠然笑了笑：“本来就失眠，没关系。”他的语气轻松，却掩不住其中的一丝无奈。任悠然的失眠问题一直困扰着他，每晚能睡3个小时就算幸运。这一点，石景琛从他们一起睡了3年的日子里早就清楚。他时常在半夜翻来覆去，有时实在睡不着，就会起床去阳台。多少个夜晚，当他睁开眼睛时，总能看到他在躺椅上盯着星星发呆。石景琛微微挑眉，眼神深邃又神秘。睡不着也好，正好可以做点其他的事。他说着，已经悄无声息地走到了他面前，轻轻地将他的小腰环住。任悠然没有推开他，但还是微微扭过头去，淡淡道：“我有几个问题。”“说吧。”石景琛的声音带着几分漫不经心。“为什么要伪装身份？”他直截了当。石景琛不紧不慢地注视着他的眼睛，语气淡然：“你似乎从来没有好奇过我的身份。”任悠然皱了皱眉，想了想，的确，3年来他好像从未关心过他，也没怎么问过他关于自己的事情。尽管他们每天都在一起，他却对他的生活知之甚少。“那你早知道我和厉文川不是真正的夫妻？”他又问。石景琛轻轻撩起他的长发，但是我对别人的老婆没兴趣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他继续追问。黑马会所那晚，你喝醉了，唠叨了整整1晚上，想不听都难。他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。任悠然有些愣住了。那晚我们什么都没发生。石景琛微微摇头，什么都没发生，只是你吐槽累了，最后靠在我身上睡着了。任悠然顿时无语，心里却忍不住有些苦笑。这个男人真的够冷静的，为什么不告诉我那天什么都没发生？任悠然有些不爽，隐约带着点愤怒。石景琛眉梢挑了挑，微微一笑：“那你还会养我吗？”他突然有些恍然大悟，确实，从某种角度来看，包养他好像是他在心里下了个决定，反正都发生了点什么，也就顺水推舟了。这让他有些像是被他精心算计了一样，心里却莫名的有点气愤。“你说，你堂堂金圈的太子爷，怎么会有这种怪癖？”他打趣道：“竟然喜欢被包养。”石景琛一只手掐着他纤细的腰肢，嘴角微扬，眼神戏谑：“谁没有点小爱好？”他当然无法知道，在那晚的黑马会所，他一眼就认出了他。可是他直到今天还是完全没能认出他。任悠然翻了个白眼，瞪着他，眼神却不自觉带了几分魅惑。“问好了吗？问好了，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”男人微微一笑，凑近他，似乎要吻上他的唇。任悠然迅速伸出手指，轻轻地今时不同往日啊，石景琛，你现在的身份可不再像以前那么简单。既然我们决定继续在一起，那就得约法3章。石景琛微微一愣，随后捉住他的小手，轻轻地吻了吻。约法3章，他的眼里满是耐心与宠溺。第1条，只谈风月，不谈感情，绝对不能爱上对方。第2条，尊重彼此的隐私和独立空间，2层是你的，3层归我。第3条，我们在一起的期间，不允许有第2个床伴。如果你有更好的人选，提前告诉我，我会主动撤退。石景琛微微点头，表示认可。我也不喜欢跟别人共享女伴，成交。任悠然轻轻抚上男人那张俊美无双的脸庞，眼中闪烁着几分调皮。你有什么要求，也可以提出来。石景琛靠近他，低声说道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欲望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这场游戏什么时候结束，我说了算。任悠然忍不住笑了，这男人还真是小气。难道真的是上次他主动提分手，伤了他自尊心？他环着男人的脖子，轻声回应，在你遵守游戏规则的前提下，随便你决定。可一旦你违背任何一条，我们的关系就随时可以结束。石景琛的眼睛一沉，神色冷峻，像是在认真思考。但下一秒，他便低头，一阵密集的吻落了下来。这似乎是在回答他的挑战。这一夜依旧熟悉，却又隐隐不同。熟悉的是，像往常一样，与那些让他心跳加速的小白脸没有任何区别。从诱哄到索求，每一个动作都那么炙热和紧迫。他的体温，他身体的每一寸，他习惯性的动作，甚至他最满足时的低吼，还有事后抱紧他的姿势，一切都太熟悉了，仿佛从未改变。不过这次似乎真有些不同，他的身份发生了变化，从他那3年包养的小白脸，摇身一变成了金圈的太子爷。心理上终究还是感觉到了一丝差异。任悠然的睡眠一直不太好，
昨晚虽然格外疲惫，但却意外地睡到了天亮。醒来时，发现身边空无一人。原以为石景琛已经悄悄离开了，但当他走到餐厅时，才看到他正在忙碌着。他又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，任悠然毫不吝啬地夸赞了一番，然后不客气地坐下来开始吃。石景琛穿着西裤和白衬衫，纽扣扣的严丝合缝，给人一种清冷又禁欲的感觉。任悠然有些疑惑，明明他长得这么冷峻，怎么以前他总觉得他是个不拘小节的浪荡子？昨晚还满意吗？石景琛突然直视他的眼睛。什么？任悠然愣了一下。你一大早就这么勾引我，我还以为你对昨晚不满意，要不我们回炉重造一次？石景琛的眼中带着一丝狡黠，嘴角勾起了淡淡的笑容。他那出尘如神奇般的外貌，此刻却不知为何带上了几分流氓气息。任悠然终于明白了，那个浪荡子的气质还是没变。任悠然一大早便去了电视台，刚到，大家纷纷围了上来，恭喜他成功晋升为黄金档主持人。热烈的气氛让他有些受宠若惊。不久，浅月从宋飞的办公室出来，经过任悠然时，脸上满是愤恨。任悠然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说完，他转身就离开。晨会开始后，宋主任清清开口道：“今天有2件事要宣布。首先，浅月因个人健康问题已正式辞职。众人心照不宣的知道，这不过是台里给他的最后一丝面子，实际情况是他被开除了。第2件事，宋主任的目光在会议室里扫了一圈，最后停在了任悠然身上，眼神略显复杂。坐在一旁的新闻编辑张小霞眼尖，立刻开口：第2件事肯定是宣布我们悠然姐成为黄金档主持人吧？”周围的人纷纷附和，大家脸上都带着期待和恭维的笑容，唯独温婉安安静静地坐在会议桌的一角，神情平淡。宋飞的脸色微微一沉，似乎有些为难。我之前曾说过，谁能获得太子爷的专访，谁就能成为黄金档的主持人。但是今天早上，温婉成功拿下了历时5年的广告合约，悠然和温婉2位在电视台的贡献都不可忽视，因此我决定让你们2个公平竞争，凭自己的专业能力赢得这个位置。这话一出，会议室里顿时鸦雀无声，随即爆发出一阵震惊的低语。历时5年的广告合约，历世的广告费不是都得1000万起步吗？温婉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温婉，我早就怀疑你是历世少奶奶。听说你男朋友叫厉文川，他就是历世的继承人吧？上次你还说是同名同姓，现在可没法解释了吧？我们温婉就是低调，不像有些人拉个几十万的广告费就恨不得高调宣布，全城都知道。整个会议室开始对温婉一片恭维声，而温婉也似乎对这些议论习以为常，只是微微扬起嘴角，淡淡的回应。然而，就在大家的预期即将变为现实时，意外发生了。在2人播报新闻期间，突然一个热搜话题迅速占据了微博热搜榜的首位，话题名字赫然写着黄金档主持人任悠然有前科的母亲。他没有多说，直接离开电视台，回到了悦兰别墅。书房的灯光透过门缝洒了出来，他径直走进书房。石景琛正坐在办公桌前，已经换好了灰色睡衣，神情若有所思，手指轻点鼠标，专注地盯着屏幕。那双手漂亮的令人移不开眼。任悠然踩着高跟鞋走近，突然直接坐到他的腿上，凑近他的耳边嗅了嗅。今天用的洗发水是什么？这么香！石景琛的手臂顺势环住他的小腰，低头看着怀里的女人，眼中闪过一丝宠溺，心情不好。任悠然抬头轻咬了一下他的喉结。是啊，心情不太好，需要一些安抚。以往他肯定会顺势反客为主，但今天石景琛却把他作乱的小手轻轻握住，是因为网上的帖子吗？任悠然略感惊讶，笑了笑。日理万机的太子爷也有空看热搜？石景琛点开电脑，柔声说道：“我已经查到是谁发的了，看看吧。”电脑屏幕上播放着一段视频，视频里的女人戴着鸭舌帽，正在网吧里发帖。帖子内容正是关于他母亲的那些热议。石景琛继续说道：“这个人的身份我也查得清清楚楚，浅月，新闻部的同事，曾是新闻早车的主持人。你和他之间有什么矛盾吗？”任悠然淡淡一笑，目光没有一丝震惊，倒是有几分过节。他盯着视频中的背影，嘲弄地勾起了唇角。不过，他也不过是替别人做了嫁衣罢了。石景琛的眼睛一直紧紧锁定着任悠然那冷静的侧脸。你是说，他背后有人指使？任悠然的眼神变得冷峻，像是有一股寒气悄悄袭来。是谁？我心里已经很清楚。石景琛沉思片刻，低声道：“那你打算怎么处理？需要我帮忙吗？”任悠然的思绪微微一顿，他伸手合上了电脑，轻轻转身，捧起石景琛的脸：“不用，我自己能处理。你的太子爷身份暂时就不麻烦了。”太子爷这3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时，石景琛不动声色地皱了皱眉，但他已经主动凑上红唇，声音带着些许诱惑：“今晚去我的房间，怎么样？”石景琛没理由拒绝他的邀请。任悠然本就心情不佳，但在他的温柔怀抱里，所有的烦恼似乎都被抚平了。男人极力安抚他，甚至哄他开心。任悠然也逐渐放松下来，原本沉重的心情变得轻松起来，最后完全沉浸在那份温柔中。翌日，任悠然拨通了浅月的电话，约他见面。电话那头的浅月依旧傲慢无比：“抱歉，我今天得去面试丽人的总裁职位，没空和你耗。”
他自然知道任悠然已经失去了黄金档主持的职位，主任也强行给他放了年假。虽然表面上说是年假，实则就是被雪藏了。黄金档的主持已经没有他的位置，甚至连午间新闻眼也岌岌可危。简约在电话里笑得格外得意。任悠然依旧冷静从容。白天不行，那晚上呢？云顶餐厅，晚上我请客，怎么样？云顶餐厅是云城数一数二的高档餐厅。前面愣了一下，沉吟了几秒，最终还是答应了。他知道这肯定是个陷阱，任悠然想必是察觉到什么，想要来一场质问。但浅月心里不怕，毕竟他觉得任悠然的出事已经没有太大的威胁。大家一直以为任悠然是云城的名媛，既高贵又优雅，似乎背景极为不凡。他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他的家庭背景能成为任悠然最大的软肋。浅月的话语让空气有些凝滞，气氛愈加紧张，但任悠然依旧保持着从容的姿态，嘴角的笑容几乎没有变化，仿佛这些话对他并无太大冲击。他放下手机，淡淡的抬眼看向浅月，你真是聪明，居然能调侃得如此有趣。不过你弄错了，浅月。错？浅月有些疑惑，语气仍不免带着一丝挑衅。我说的可全都是事实，难道不是吗？任悠然笑得更加淡然。你以为你找到了我的弱点，结果只是在自讨苦吃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目光不再像刚才那般平静，而是带着一丝锋利的冷意。你以为只要揭露我的过去就能打击我，可你不明白，我从不掩饰自己的过去，也从不需要你来告诉我谁该以怎样的方式活。浅月听了这番话，脸上的轻蔑笑容稍微消退，眼神中隐约闪过一丝不安。他多少能感觉到任悠然似乎比他预想的要强得多，不仅是表面上的从容，还有他那份不屈的力量。我倒是想看看你还能从哪里找到这般镇定。浅月冷笑一声，试图用言辞逼迫对方。任悠然没有再接话，而是缓缓抬起酒杯，轻轻地喝了一口，似乎根本不在意眼前的挑衅。他放下杯子，眸光一转，忽然问道，你做了这些，是不是就觉得自己能安稳地继续往上爬？浅月一愣，随即瞪大了眼睛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害怕了？任悠然的话语带着几分戏谑，但眼神却异常锐利。你到底知不知道，背后那个所谓的金主其实并不是真的帮你，而是在把你当作工具。浅月神情一震，话音未落，他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丝恐惧，他有些恍若未为地转过头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任悠然微笑，你在做的每一件事实际上都在朝着毁掉自己未来的方向走。他话音刚落，浅月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心里涌上一阵不安，但他强装镇定，你别威胁我。任悠然轻松地笑了笑，目光依旧冷冽，我从来不威胁别人，浅月，真正威胁你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你自己。他站起身来，拍了拍浅月的肩膀，我既然能知道这些事情，那就代表你不可能有任何隐瞒的空间。现在你还敢说没有金主在背后？浅月全身僵住，愣在原地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他声音有些颤抖，强烈的不安感像洪水一般涌上心头。任悠然依旧坐在他对面，嘴角带着不动声色的微笑，我没做什么，只是打了个电话而已。你也知道现在的媒体环境，谁敢得罪一些不能得罪的人呢？我没有做错什么，我就是想争取一点机会。他几乎是带着哭腔说出这些话，他内心的不甘与愤怒此刻都变成了他的最后防线。他站起身，微微沉着，淡淡的看了浅月一眼，你大可以继续相信自己能翻盘，但我劝你这次就当是一个教训，别再在我面前耍花招。他的手机屏幕亮了起来，显示着一连串未接电话。他急忙接起其中一个，却在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一句已经被封杀了的时候，整个人像失去了所有力量一般瘫在椅子上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低声自语，目光开始有些犹疑，不敢再直视任悠然。怎么，不信吗？任悠然微微一笑，坐回自己的座位，优雅地端起水杯。他看着浅月的惊慌失措，心里不禁暗自得意。这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，似乎他已经占了上风。他下意识地低下头，心中一阵慌乱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任悠然没有立即回答，嘴角弯起一抹戏谑的笑容，轻描淡写地说道：“真是脑袋不灵光，居然还不明白自己得罪了谁。”突然，一道沉稳而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他身后。浅月心头一震，抬头一看，瞬间充满了惊恐。大少爷！他的声音几乎破音。石景琛冷静地站在任悠然身后，手臂轻轻搭在他的肩膀上，姿态无比亲密。昨晚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今天是维华的生日，包间就在这里定了。石景琛淡淡地说道，目光却扫向了浅月。倒是没想到你也在这里，看来缘分真是不可思议。浅月的心脏猛地一跳，表情瞬间变得死灰色。他从他们对话的语气和神态中，完全察觉到任悠然和这位大少爷的关系非同一般。居然，任悠然攀上了金圈的大少爷。他的眼中闪过浓烈的嫉妒与愤怒，但很快，这些情绪被恐惧所取代。在男人冷酷的目光下，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开始求饶：“大少爷，求你放我一条生路，真的不是我，是温婉，他给了我那些资料。”他的声音急切：“我只是个傀儡，温婉为了上黄金档主持，利用我在投票的最后一天发布了那些东西，我只是被他利用了。他知道得罪了这个大少爷可不是件好事。”
石景琛冷冷地看着他，眼中的锋芒不减，语气平静却让人胆寒。你以为你现在说这些能得到什么同情吗？石景琛的声音冷得像北极风，早该有个了结。给你3天离开云城，别让我再看到你。浅月的脸色迅速变得苍白，已经无力反驳，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任悠然满意的得到答案，也站起来。石景琛把手放在他的肩上，语气带着一丝温柔：怎么手这么冰冷？说着他把西装外套轻轻地披在任悠然的肩膀上。他们走出餐厅，任悠然低声开口：谢谢你帮忙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石景琛在一笑：既然你欠我一个人情，现在正好有个机会让你还。任悠然抬眼望着他，那双美丽的雾眸似乎能穿透一切，令心跳不自觉加速。什么机会？我刚才说了，维华在这里过生日，其他人都有办，只有我没有，挺尴尬的。干脆你跟我过去喝2杯，顺便也让我有点面子，之后咱们一起回去。好吧，那就走吧。他们推开包间的门，热闹的气氛立刻扑面而来。包间非常宽敞，里面的人有的唱歌，有的打麻将，有的喝酒。桌上堆满了礼物和切好的巨型蛋糕。景琛哥哥，你回来了，刚才去哪里了？一个活泼的女生看到门口的石景琛，像只小鸟一样欢快地飞奔过来。但当她看到石景琛身边的任悠然以及任悠然披着的西装外套时，原本甜美的脸色立刻一沉，语气也有些不悦。景琛哥哥，他是谁？包间里的其他人也纷纷转头，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门口。看到石景琛竟然带了个女人过来，大家都愣住了，眼睛瞪得大大的。她是我的女朋友。石景琛的声音淡淡，却足够清晰，让整个包间的人都听见了。全场的气氛瞬间凝固，目光全都集中在石景琛和任悠然身上，尤其是韦雪的表情仿佛被雷劈了一样，愣在原地。韦雪的脸色一变，从惊讶到愤怒，再到不敢置信，她的声音提高了几个分贝：石景琛，你可真行啊，居然有了女朋友！你这是打我的脸吗？我可是你的未婚妻。石景琛微微一笑，眼中没有丝毫波动。你说的对，你是未婚妻，不过我可从未承认过这件事。话音刚落，韦雪气得简直要冒烟。石景琛，你竟然连这个都敢说！我和你的婚事都谈得差不多了，居然敢这样！石景琛瞥了他一眼，嘴角轻轻上扬，语气冷得像冰。既然是老爷子的决定，那你去嫁给他吧。韦雪的脸色顿时变得惨白，愣住了。他看着石景琛的眼神满是愤怒和无法置信。石景琛，你这是心硬了，是不是？正当场面有些失控时，维华赶紧插了进来，试图化解尴尬。庆庆，你先冷静一下，婚事还没定，别闹了。韦雪气急败坏，转向维华：哥，你这是帮谁呢？难道你真让你的妹夫在外面养狐狸精？妹夫？石景琛的眉毛挑了挑，几乎不敢相信韦雪的词汇。他可不敢想象，居然有人敢叫他妹夫。维华尴尬地咳了咳，走到石景琛面前：阿琛，毕竟是我妹妹，给个面子，不要和她争执。他随后又看向任悠然，眼神闪过一丝惊艳，原来是任记者，我们上次在皇家高尔夫球场见过面。任悠然笑着回应：没错，今天刚好在这里吃饭，听阿琛提到韦少生日，就顺道来庆祝一下，顺便讨点蛋糕，沾沾喜气。维华顿时心情大好，笑得眼睛都眯了。任记者这么说，那我可真是荣幸了。石景琛坐在旁边，眼中满是宠溺，甚至亲自为任悠然削水果。堂堂的大少爷，竟然为了一个女人如此上心。韦雪看得眼中火花四溅，嫉妒和愤怒如烈焰般燃烧。最终他再也按捺不住，趁着石景琛出去接电话的空隙，抓起一颗蛋糕，向着任悠然的方向走去。包间里的喧嚣声中，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行动。他悄悄走到任悠然的背后，抬手准备将蛋糕砸到他的头上。然而就在蛋糕即将命中目标的一瞬间，任悠然似乎感知到了什么，迅速站起身，肩膀正好撞上了韦雪的手肘。蛋糕瞬间改变轨迹，狠狠地砸到了韦雪的脸上。双白的奶油和糖霜混合着四溅，韦雪的脸和头发瞬间被糊成了一个不可辨认的模样。他气得差点冒烟：狐狸精，你就是故意的！韦雪怒气冲冲地扑了过来，准备扇任悠然一耳光。石景琛见状，眼神一冷，伸手一把抓住韦雪的手腕：韦雪，别太过分，否则就别怪我不给你哥哥面子了。韦雪一愣，愣在原地，面色变得越来越苍白。石景琛淡然转向任悠然：你有没有受伤？语气温和而关切，仿佛没有任何情绪波动。任悠然像只乖巧的小猫咪一样：我没事，只是有点吓到，想回家。他的声音软糯，透着几分撒娇。石景琛没有再说话，伸手紧紧握住他的手：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走。说完，他便带着任悠然走出了包间。任悠然从包间走出来，轻轻撩了撩自己那一头大波浪卷发，扭头斜睨了一眼身旁的石景琛，嘴角带着一丝怎么样，对我的表演满意吗？石景琛忍不住失笑：好好的生日会，你倒是把人家寿星的妹妹搞成了那副模样，问我满意吗？任悠然摇头，嘴里啧啧作响：你真坏，大公子，玩弄了那么久的婚约，还不把狐狸精的锅甩给我？既然已经决定悔婚了，就让我来承担责任，顺便狠狠地甩掉那个韦小姐，让她彻底死心，不再纠缠。石景琛笑了笑，没有反驳。
他想的未免太复杂了。那晚，任悠然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他在床上辗转，疲倦的身体依旧无法安稳入眠。他起身走到阳台的墙角上，静静待到天亮。他脑海里翻涌着一个决策，一个他本不愿做出的选择。纵使温婉曾对他伤害至深，曾为他做过许多伤天害理的事，他却从未将他置于死地。毕竟，温婉曾是他亲手从深渊中救出来的人。然而，现在他终于明白，温婉注定属于那个深渊。清晨，天微微亮，任悠然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：“任姨吗？你知道温婉已经回国了吗？”早上8点，电视台门口的景象热闹非凡，来来往往的人群像是一个没有尽头的长龙。任悠然停好车，懒洋洋地靠在车窗旁，目光随意地扫视着四周。突然，他注意到人群中多了一个佝偻的身影，那是一个穿着破旧、头发凌乱的妇人，身上散发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气味，和旁人显得格格不入。她的眼睛像是暗淡的夜空中闪烁的2颗星星，透着一种贪婪的光芒，死死盯着进出电视台的人。任悠然知道，那个女人就是温婉的母亲任秀芬。终于，温婉出现在他的视线中，任秀芬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像是看见了宝藏一样，迅速冲上去，一把扯住了温婉的手臂。温婉，果然是你，你这个不孝女，回国了竟然不说一声。任秀芬的声音尖锐刺耳，仿佛能穿透耳膜。温婉一时没认出她，愣了好一会儿，眼神突然变得惊恐，她的脸色瞬间惨白，像是看到了一只恶鬼。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温婉的声音带着颤抖，话音未落，任秀芬就像疯了一样，狠狠揪住她的头发，开始拼命地吻她。旁人看到这一幕，纷纷停下脚步，目光纷纷集中过来，场面一时混乱。大家快看，看啊！我这个不孝女！任秀芬叫嚣着，我辛辛苦苦把她养大，供她上大学，结果她翅膀硬了，就不管我和她爹，找了个男朋友，吃香的喝辣的。她爹躺在床上，她却不管，简直是个白眼狼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有些人认出了温婉，立刻上前把人拉开。然而任秀芬根本不打算停下，她索性躺在地上撒起了泼。围观的人群中，目光中流露出的同情和鄙夷，深深刺痛了她的心。她紧紧咬住嘴唇，忍不住撕心裂肺地喊：“我不认识他，他就是个疯子，我根本不认识他。”在车里的任悠然冷静地看着这一切，眼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，仿佛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。不过2个小时后，他的手机突然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号码：厉文川。任悠然，你给我滚到医院来！电话那头的厉文川声音凶狠，让任悠然顿时觉得有点烦躁。他掏出手机，冷静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温婉正在抢救，如果我们的孩子保不住，我不会放过你。电话那头的威胁让他嘴角微微一抽，心中却有些不解。温婉的孩子保不住了，这还真是意外。他自己明明没打算让那孩子出事，只不过是给任秀芬那妇人一点小小的教训。孩子是无辜的，毕竟他从来没想过要让温婉经历什么。只不过，谁让温婉是个无底线的女人，胆敢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挑战他呢？任悠然微微叹息，还是决定去一趟医院，毕竟事情似乎有些复杂。医院内，温婉已经从急诊室出来，住进了一个高级 VIP 病房。任悠然走到病房门口，看着虚掩的门，他忍不住窥探了一眼。病房里，温婉像一只受惊的小兔子，紧紧依偎在厉文川怀里，哭得泪眼朦胧。我家里的事只有悠然知道，我们家连电视都没有，我妈连字都不识，每天就只知道给我施压，简直像个吸血鬼。温婉哭得几乎无法停止，厉文川紧紧拥着她，语气满是温柔：“没事的，你有我。”温婉继续诉苦，她从小就控制我，迫害我，差点把我害死。她不止在电视台闹事，还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妈的真面目，我连同事面前都抬不起头来了。宋主任也打电话来说，我可以休息，今晚的主持不用管了。温婉的声音有些颤抖，我好不容易才争取到这个主持的位置，悠然怎么能这么对我？